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米饭料理。它叫牛とニンニクの混ぜご飯，然后中文是牛肉蒜片拌饭。那这次介绍的料理是日式跟有一点韩式的风格混在一起的，用到腌过的牛肉，还有香香酥脆的大蒜，跟白饭一起吃，非常有满足感的。那做法是很简单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食材都准备好了，所以这一次我用了牛肉片这样子腌的。那如果你不吃牛肉的话，当然换成猪肉也是可以。那如果你想要用像鸡肉的话，你先切成很小，然后再腌，或者是因为鸡肉是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加热才会熟的，所以你可以先切喜欢的大小，然后先不要腌。先煎到熟之后，再加这个调好的酱汁放进去拌炒一下也是可以。然后这个腌制里面，这一次我用辣豆瓣酱。那如果想要给小朋友吃的话，换成味噌也是可以。还有这一次想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怎么保存肉片。这一次用的牛肉片，我是用像这种密封袋。这样子包起来的，超市场买回来。那我的习惯是先分成大概100公克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所以一包就会变成大小大概是变成这样，一层一层这样子用保鲜膜包起来，然后放在袋子里面封好，放在冷冻库，可以放大概2-3个礼拜。猪肉也是一样，一层一层这样子包起来的。那像这种包成剥片的好处是。解冻的速度很快，突然想到你要用这些肉片，你可以拿出来，然后放一下就马上会解冻。
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牛とニンニクの混ぜご飯完成了。好咯，那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哦，它这个真的太香哦！看到这个颜色真的哦，太漂亮。我这个还是要再拍一次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因为刚刚那个画面太漂亮，所以决定再拍别的角度。OK， 好，现在我就该我了，可以开始吃了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整个太香，口味是稍微重口的，白饭上面装上去一直吃的话，就是刚刚好，而且有吃到这个蒜片，加上多一个很棒的香气味，太好吃了。因为白饭上面涂了一点麻油，所以这样子先加热起来，就下面挖出来时候可以闻到这个麻油的香味。下面其实会有一点点锅巴的口感。那如果在家没有像这种锅子的话，你可以用像土锅，就是火锅用的那些锅子也是可以。加热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加热太久，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锅子会容易破掉。好了，那现在我要试试看它的味変，就是味道的变化。其实这个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如果你要加上多一个变化，做成更丰富的话，你可以加这个，它是温泉蛋。那现在这个锅子还是蛮热的时候，加进去，然后这样子搅一搅，これはやばいですな。看到这个黄色融化出来，然后跟其他这个拌饭一起，太美了。好，じゃあ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。不好意思，太好吃了，就一直想要继续吃，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口感，因为它的口味是有一点辣，所以加入这个温泉蛋，然后搅一搅的话，可以稍微中和起来它的辣味，但是还是可以享受它的豆瓣酱的风味，而且加上这个蛋黄的浓郁的香气味，一起就太好吃了。那如果觉得做这个温泉蛋太麻烦的话，做水波蛋或者是更简单，就是荷包蛋直接装在上面也是可以。这样子就已经太棒了，但是因为刚好我有一个东西还要加进去，就是另外一个味変 kimchi。其实加这个的话变成更韩系，就是韩国的 style。我来就把它放进去喽。哇！では3回目の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这次介绍的料理是非常的简单，它是一种特别的料理，不是炒饭，也不是炊饭，就是材料分开准备起来，然后你要吃时候就慢慢搅拌，所以可以享受它的变化。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做做看，谢谢。